欢周老师频道，请按赞、分享，或者是加入成为学员。学员限定影片将使你的国文更上一层楼哦！等等等等，还有周老师最新出的经典古文阅读指南，马上扫描 QR Code 购买吧。Hello， 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10分钟国文轻松读。那依然不是10分钟，因为我们今天要把贾探春敏慧心力的部分，就是开元的部分，把它讲完。上次我们简单的介绍人物的关系、背景，还有节流的部分。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开元。这边提到了，回到原本的主题哦，还记得我们第一段平儿刚刚进入厅内的时候，不是说到了里面正在讨论年内去赖大家吃饭的事情吗？这边就要继续根据那个内容往下讨论。他就说啊，年里往赖大家去，你也去的，你看他那小园子比咱们这个如何？就是比较一下嘛。平儿就说，还没有我们的一半大呢，花花草草也少了很多。那探春啊，就因为这个事情继续跟大家讲，哎呀，当初吃饭的时候，我跟他们家女儿聊天，说闲话就是聊天，就知道说啊，哇，原来赖大家的经营模式是长这个样子。他们的院子里面啊，除了他们自己要佩戴的花啦，吃的那一些蔬菜、鱼虾之外，其他的地方都有人包去做生意。一年下来呢，还可以赚200两的银子。所以从这个案例当中，探春就学习到她有一股那种商业的嗅觉。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，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。所以这个案例给他了一些想法，我们的院子比他大这么多，那岂不是可以赚更多吗？讲完之后啊，旁边的宝钗就有一点调侃他了。他就说，哎呀，你真的是高粱纨绔之谈呐。高粱纨绔就是富家子弟的言论，就你连这个能赚钱都不知道吗？他就说，虽然千金小姐原不知这事，但你们都是读过书的嘛，竟然没有看过朱熹有一篇文章叫做不自弃文不成？这个朱熹的不自弃文啊，它的内容其实是一种自我勉励的。内容是说，天下万物都有可用之处，所以人不要看轻自己。那这一段话他要表达的其实是，虽然这些闺中妇女没有出过门，可是有一些书籍里面还是有跟经营管理有关的一些文字，可以去做一些联想。听到了宝钗有一点调侃的话了，探春就回他说，虽然看过，那不过是勉人自立的虚比浮词啊。虚比浮词就是说空洞不切实际，就是朱熹写不自弃文，不是真的要来讲可以来做开源，而是要透过这个事情来说人不要看轻自己。所以自然里面就跟商业管理比较没有关系嘛。宝钗就继续回应到他说，你既然把朱熹的文字都觉得它是空洞的啦，你竟然才办2天的事，就已经利欲熏心，把诸子都看清了。如果你再出去处理更多的事情，那不是把孔子也看清了吗？
所以从这一段话里面虽然是调侃探春，不过我们也能够知道，薛宝钗他其实是希望在经商的同时，在赚钱的同时，还能够有一些理念理想。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些理念理想都抛弃了啦，只想到赚钱啊，这样子呢，第一个可能跟我们的身份不符合，第二个呢，有人会说闲话，你们都这么有钱了，还要这样赚钱好，那探春啊，继续说，你这个通人竟没看过子书，当日箕子有云这边就有趣了。薛宝钗，你这么一个学问渊博的人，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《箕子》吗？那这个箕子有没有这本书？没有，这个是探春当场虚构出来的他不止虚构书，他还虚构里面的句子，就说登利禄之场，处运筹之界者，窃尧舜之辞，备孔孟之道。意思就是讲，你做一个经营管理的人，本来赚钱的这件事情它就是违背孔孟之道的事情。这边也表达了探春她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，就是赚钱就赚钱，其实跟有没有道理没有关系。可是这个时候宝钗当然知道他是讲的是虚构的嘛，所以就问他说，那底下一句呢，你知道吗？自然是假的，就没有底下一句嘛。所以虚构的探春当然说不出来，所以他就说我就是挑一两个片段来讲一讲啦，难道我是骂我自己不成？这些段落重点是在于宝钗跟探春各代表了一种立场，做了一点讨论。调侃完之后，宝钗继续回到了正题上面去，就说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，既可用便值钱。讲一讲之后，旁边的李纨本来都没有回答，可是感觉到其实已经偏题太久了，所以呢，他就要把这个主动权拉回来，就说他叫人家来了，不说正事，且对你们讲学问。就你叫平儿来，不说一点正事，在那边讨论什么诸子什么这个不自弃文对不对？可是薛宝钗这个地方，我觉得他做得很好。他就说嘞，学问的事情便是正事，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，那小事越发做高一层了。不拿学问提着，便都流入世俗去啦。这讲得很好确实，探春你从一个务实的角度去看，要赚钱是很好的。可是呢，你只是要去赚钱，没有一个好的理由，你就很难有一个正当性。所以宝钗的这样的想法，探春她后来也接受了。所以后面提到，探春就接着说，你看看我们这个园子至少比赖大家的还要大上1倍，他们家一年赚200，我们家的院子比他大1倍嘛，那就是400。当然这就是粗算而已啦，哪有这样算的？所以这种算法其实也显示出来了，探春对于实际上赚钱的细节，他是不太清楚的。你要不要赚钱，其实跟你院子里面的产品有关系嘛。那你现在产品都还不知道，你就这样做估算，其实这个估算也没什么意义。它只是要有一个激励的效果，就是说，你看我们可以赚这么多钱出来。可是他也想到了，若只是为了卖出而去赚钱，不像是我们这种大户人家该做的事情。
这句话里面有接受刚刚宝钗的那个想法，就是说我们要在赚钱的这个目的上面再给它包装一下，这样子呢才不会落于俗套。既然做好了决策，我们就是要用园子来赚钱嘛，那我们要找谁来帮我们赚钱？他们就想到了，如果是找一个外面的人来管理，这个人对于这个园子也不熟悉，可能又会让这个园子啊，它的资产被浪费掉了。不如就在园子里面去选几个老妈妈，那他们都是比较忠厚老实的人，让他们来处理。我们也不要他缴税，也不要他付租金，就是他一年整理下来有一些回馈给我们就好了。那为什么他不要他缴税呢？因为当他们把任务分给这些老妈妈之后，这些老妈妈就因为能够赚钱嘛，她就会比较细心，比较投入在她的工作里面，就会让这些园子呢有专门的人来整理。那我就不需要再另外请园丁啦。第二个，这些资产也可以被活化，可以去卖钱。第三，这些老妈妈们啊，有一些补贴，那这个补贴对于他们来讲，算是一种激励的作用，他们会更认真在工作上面。再来，可以省钱。所以讲来讲去啦，前面都不是重点，重点就在最后一句话，可以把园丁的钱省下来。这样讲完之后啊，宝钗正在地下看壁上的画，听如此一说，便点头一回，笑道：“善哉，3年之内无饥馑矣。”这边宝钗的反应很好玩哦。为什么她刻意的假装没有在认真听的样子？因为宝钗姓什么？姓薛嘛，就不是姓贾的。代表宝钗虽然被委托来帮忙管理，可是她终究是一个外人。她既然是一个外人的身份，她用这一种假装不参与的方式，对于这种决策的内容啦，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。我只是对决策的过程，你可能有一些没想清楚的地方，那我可以提出一些建议。但最终你想要怎么决策，那是你们家的事。我没有参与，我只是来做一个顾问而已啦。这边很小心，这都是一些你在做人处事上的小撇步。李纨笑道：“好主意，太太必定喜欢。”这边指的是王太太，让原本有一点被荒废掉的院子可以有人再次的整理，所以他才说省钱事小。第一，有人打扫，专司其职，又许他们去卖钱，使之以权，动之以利，再无不尽之的了。他就觉得说，这种激励作用呢，会让很多人更投入，大家都投入，大家都努力，那我们这个公司就会越来越好。好，平儿继续说，这个事啊，还得是姑娘来说出来。这个姑娘指的就是探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奶奶啊，虽有此心，也就是说，王熙凤她可能过去也想做这些事情，可是呢，是有一点顾虑，因为毕竟她是老板嘛。老板忽然有一天跟你说：“你们家院子盘点一下，看什么东西可以去卖。”你可能会很不爽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又觉得你只是要我们来帮你赚钱，就会更不爽嘛。当然，
王熙凤她有没有这种顾虑，我们不知道。平儿她这样子讲，只是为了要帮王熙凤打一个圆场，就你们讲的都很好，过去我家主子也想过啦，只是不好做而已。那今天你们都自己讲了，你们这些姑娘们自己说了，那必然就比较好去推行，就不像是我王熙凤去硬推的。好，探春虽然她小小年纪，不过呢，她也是蛮熟知所谓的人情世故的。她就说呢，虽然是这样没错啦，但是呢，还必须要跟你家的主子说一声，这个很重要哦。李纨、探春、宝钗，她是已经接棒了吗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不是王熙凤退休了，然后把整个家族给他们3个人管理，不是啊。王熙凤只是暂时的去休息，到时候还是得把权力还给王熙凤。所以这句话里面就代表了探春是尊重王熙凤的，她希望原本的管理者跟我们这些暂时的管理者，他是同一条心，中间没有人能够往里面加油添醋、挑拨离间。如果你这边做事情没有跟原本的管理者讲，如果他有一些疑惑怎么办？那是不是就会引起家庭内部的纷争，对吧？好，所以他才说我会这样子建议啦，其实都是因为王熙凤是一个明白的人。如果王熙凤她是一个糊涂、喜欢嫉妒的，那我也不会做这些建议了。后面提到，倒像抓他乖一般，岂可不商议了行？什么叫抓他乖呀？就是说自己抢先行动，希望看别人的笑话，这个叫做抓他乖。探春做这件事情，为什么一定要通知王熙凤？因为她不想要好像自己做了很多好事，然后让大家去批评王熙凤说你以前都不做，你以前白坐这个位置了。所以平儿听懂之后，就回去告诉了王熙凤。那王熙凤当然她就答应了，因为她也知道这个家她必须要做开源。讲到了这边为止，所以他们就要来做选人。我有了一些方向跟决策，那我要让谁来做呢？选错了人，就会让你整个的计划被打乱。我怎么选到一个适切的人，让他来做对的事情？这个是老板他们应该要考量的内容啊。所以本来他从一个决策团体，现在要到处理人资的这个部分了。探春听了，便和李纨命人把园中所有婆子的名单要来，大家从里面去挑选，定了几个人之后，就把这几个人通通叫来，告诉他们我们会做什么事情，你们要做什么事情。通知婆子这些内容的人是李纨。为什么选李纨？前面有提到过，李纨她是一个好人嘛，所以她跟这些婆子的冲突也比较少。李纨又待得比较久，她对于园中的这些人的品性也比较了解，所以她来讲话，大家听的是比较愉快的。所以大家听到有这种好事之后呢，没有不愿意的人，甚至很多人抢先的要表达他们未来会有的绩效。所以后面这边所提到的什么竹子给我啊，1年我可以给多少钱，
这个稻田给我啊，一年我可以交多少粮，这些通通都是在表明一种未来的绩效。但是要用谁，还是得看探春他们哈。一样，不小心又讲太久了，我们就留到下一部影片，继续把探春的用人方法讲完。我们下次再见，各位拜拜。